我们看看下一组要出场的是哪2位演员？有新朋友，有老朋友，这些1对1的组合，很奇妙。第一位要上场的演员朋友，总是这种慢慢悠悠的，但是会把他的攻击性释放的淋漓尽致，擅长的就是这温柔一刀。我们掌声有请黄奕锦。谢谢 ，Hello， 大家，我叫黄奕锦，我最近有点想谈恋爱，啊，但是我总碰到那种特别装的人。我前天刷社交软件，有个男生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，他说 ：“Hello，I'm from Hong Kong。”你是哪里人？我说你装什么呀？虹口还得打英文。大学接触过一个男生，就有点装，老跟我说想过那种不被定义的人生。大2跟我说他要退学，说觉得大学正在摧毁他。后来我一打听，说是他老挂科，大学要开除他。还跟我聊情史，说他自己受过伤，不敢动感情了。但他原话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：“曾因酒醉鞭名马，不敢多情泪美人。”我说。这不是喊麦吗？这我咋接呀？你不敢多情泪美人，我抽烟只抽宣赫门。天天跟我聊什么独立音乐、哲学、文学，我感觉聊这些就是男生勾引女生的一种手段，是吧？你就感觉他跟你说这是康德，这是弗洛伊德，这是沃氏、我德。我现在有时候也能理解一点吧，我觉得这些行为就是装啊，聊哲学。想营造一种神秘感，想让女的对他好奇。我经常感觉女的一旦对有些男的产生好奇啊，女的就要开始倒霉了。有些男的一旦对女的产生好奇呢，女的就要开始倒霉了。有一天他开车送我回家，但是过程里我是发现了这个人一些优点啊。第一个优点就是他有车，第2优点他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会很温柔地提醒我系好安全带。然后再去别另一辆车。那天我们那个车刚上高架的时候，被一个司机变道超车，可能不小心别了一下，其实幅度很小，我都没有注意到。但可能因为他车里放的是那个《古惑仔》的主题曲，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，就是那个“叽喳风滚滚”，你说，这个男的情绪一下就上来了，一脚油门狠狠别了回去，给我吓傻了。他是从车的右边别的，撞就先撞到我，刮就先刮到我。甚至那个司机骂有病吧你，先有病的也是我。但这个事儿如果就到这儿结束了也还好，但他不知道下了高架是一个红灯，那个司机把车整个横在了红灯下面，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那个司机走下车，靠在车门上点燃一支香烟，看向我们。大哥长得跟孙红雷一模一样。我俩在车上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出声。车里唯一还敢出声是那个音响。但音乐已经从《古惑仔》的主题曲换成了片尾曲，就是陈浩南和他女朋友被人活活打死的时候放的那段音乐。我抬头看了一眼那个红灯，99秒，孙红雷朝我俩走了过来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男的按下了车窗，我这边的车窗。我那会儿特别怀念90年代那种手摇把车窗，但我真没招了。孙红雷过来骂骂咧咧让他下车，我也怕他俩打起来。大哥都站我这边了，我怕大哥越过我打他的时候亲到我，我就只能劝我说你千万别下车，千万别下车。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男生另一个优点，很听话。我看那个手从方向盘上缓缓滑到安全带的卡扣上，但是不按，但是呢也没有挪走。我后来想了很久，他为什么这样？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啊，是怕我按，他挡在这儿了。我看这个架势，我也指望不上他了，我就开始跟大哥求情，说好话。我说实在不好意思，你别跟我们一般计较，我们岁数小不懂事儿，他脑子有病，看康德。那个大哥可能看我态度好，也没太为难我们，骂了2句脏话，开着车扬长而去了。车上就剩我们2个人，
太尴尬，死一般的尴尬，尴尬的向我们大哥喊回来，能不能把我也带走？剩下半个小时，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，直到把我送到我家楼下，憋出了一句：“要不是你，我就下车干他了。”这个事儿之后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这种很爱装的人啊，他真的是很需要一个伴侣。一方面，保证他装的时候有人看；另一方面，保证他装的时候不挨揍。他要是跟我结婚的话，是必须上交工资的。他交的不是工资，是他的保护费。你交了这个钱，我坐你副驾上，下次你再装马上要挨打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劝我说：“老公别生气，老公别下车，老公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不交这个钱，我说老公，他骂你。”讲到这儿吧，谢谢。谢谢黄一锦。喜欢黄一锦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这个演完了能说了，好点吗？有一般吧，还行吧。这因为黄一锦这2天突发恶疾，突然有点生病，有点急性阑尾炎，差一点比赛演出都弄不了。然后就是几个小时前，今天还在医院那输液呢，是吧？聊聊这个段子吧，这个跟孙红雷的一个小故事，打引号的。这阑尾炎不会是被那男的气的吧？不是，可能就是没休息好，然后上火了啥的。但是你说完这个，我都挺生气的，就确实我是感觉就是人没必要装哈，但是有的人他就喜欢装，你看孙红雷就不装，人家直接就下来了。我觉得特别好一点在哪儿？我说这个用了孙红雷以后，我就刚才我就觉得很妙说怪不得他这个段子他就很精简很短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一说孙红雷这3个字儿，就节省了500个字的描述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这那个人是啥样的，就清楚楚的就站在那儿了，危险度有多大哈？其实孙红雷很温柔的，他都找我们买西瓜是吧？我之前特别喜欢一锦那个，就是很有攻击性的那一面。今天我觉得可能是你身体的关系啊，就是你的段子其实是还挺有攻击性的，但是你的那个状态好像没有达到一个频道上，所以就是有点两边有点不对等了，所以有点吃亏。没事，因为您这风格本身就是其实是用很软的劲儿说很硬的话，但现在因为您现在有点太虚弱了，这没办法，这个今天没赶好时候。行，快让你过来坐会儿吧，别折磨人家。来到这边休息区休息一下。第2位要上场的演员，第一次来到喜单的舞台，上次可以说是一脚就又踹开了原生家庭这个赛道的大门，而今天还要继续深耕这个赛道。掌声有请刘大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大卫。跟大家聊聊我妈。刘大卫不是我的真名，是我的艺名，倒不是说讨厌我的真名，寓意倒挺好的，也是我妈给我起的。刚出生的时候，希望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给我起了我这个本名，但主要是太尴尬，跟我形象太贴切。我本名叫刘欢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长大，倒不是那种生理性的长大。我今年31岁，看我的脸也能看得出来，早就超额完成任务了。是那种社会性的长大。我妈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，我很爱她，但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跟她平等的沟通。她直到现在依然会用那种约束孩子的方式去约束我，让我觉得压力稍微有点大。过年，躺沙发上放松一下，看会儿电视。觉得我的体态不对，你就好好说好商量，不非要用那种命令的语气。坐直了，躺床上玩手机，坐直了。看见有人躺着又让人坐直了，我都担心他有一天去参加别人葬礼。而且你服从他的第一个命令，他也不会满意的，只会有无数的命令等着你。你在那儿趴着，让你坐起来，坐起来，让你坐直了，坐直，让你挺胸抬头。3句话给我说净化了。
有的时候他甚至命令不动我，甚至会绕过我，直接命令我的器官。你们见过有人跟器官说话吗？我躺床上玩手机呢，我妈一推门进来，眼睛。谁？还能单找他吗？你希望他怎么回答你呢？眼睛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指望叫一个器官的名字，就希望它发挥正常的作用，对吧？没用的，不可能说领导扣我工资了，我良心。我好歹还有眼睛呢。但确实在家里待着不是很自在，所以挣钱的第1个月我就搬出去了。哎，在自己的家里自由，我甚至有点飘了。我甚至开始学习做一个体面的大人。我甚至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有时间来我家坐坐。”朋友们，客套是一种陋习。真来了，压力超级大，因为他每次来，他都特别喜欢把我家改造成他喜欢的样子。你知道什么是他喜欢的样子吗？就是我不喜欢的样子。感觉他不是我妈，他是梦，因为梦想改造家。我那个屋子其实装潢的非常极简风。我妈一来，不知道从哪儿变出几块白色蕾丝花边大布。你们见过那种布吧？哎，你都不知道从哪儿买。沙发枕上一盖，茶几上一盖。哎，这些我都还能理解，你怕脏。你电视顶上盖一块啥意思呢？你要我娶她呀？我每次看那个电视，我得把那个盖帘挑起来。我说怪不得，我小时候看电视时间稍微长一点，我妈就说：“哼，你长大了跟电视过去吧。”我最受不了的一点，就是他经常会打着你不会过日子的名义，把他的生活方式强加到我身上。最难受的一点，就是他特别爱往我家的洗洁精里兑水。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长辈有没有类似的生活习惯，因为他觉得原装用太浪费了，所以要兑水，扩大它的体积。他都不是说这一瓶快用光了，剩个底儿，灌水，物尽其用，用光掉。他是买一桶新的，不是浓缩的啊，普通那种新的，找一个单独的瓶子，调配1比200，哇！你知道1比200什么概念吗？就是我可疯了，我甚至可以直接喝了它。我家的洗洁精别说不伤手了，都不伤胃。每一次快用光了，我妈就跟那个调酒师似的。找一个空瓶子，叭叭一对的，鸡尾水。我去外地上大学之前，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洗洁精。我第一次去我同学家玩，我才发现那玩意儿居然可以是粘的。有时候甚至我不在家，我妈都会来收拾屋子、盖布。然后走之前给洗洁精灌满水，哎，一点招呼不给你打，灌完就走了。我有时候出差回到家，一用那个洗洁精，那个触感挤到手里，我说坏了。哎，家里进妈了，我家里进贼你可以报警的。家里进妈你怎么办？你怎么跟警察同志说？警察同志家里进人了，丢什么了？丢什么？洗洁精的精被偷了。我甚至因为这件事搬过家，我不把地址告诉你总行吧？问我住哪儿也不好好问，你很难相信能从一个母亲的嘴里听到你别让我知道你家住哪儿啊！我也尝试沟通过，我说妈，我也是个成年人了，你尊重一下我的生活方式好不好？你不要把你的个人意志凌驾到我之上。但很难沟通，可能母子关系就是这样，因为他拿你当孩子。
所以你的任何拒绝、不喜欢、不要，在他看来就是小孩子耍脾气，就是撒娇。你对他 say no， 在他听来是 say no， 对吗？so na 加那的。但可能这就是母子关系的症结所在，因为他拿你当孩子，所以他觉得他有权利、有义务去管你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你是他的一部分，你是他的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有的时候你能从他话里读出这种潜台词，别说你了，你的器官都不属于你，是他借给你的，你得好好用，因为你如果不好好用的话，他会拿回去，他会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机，旁敲侧击地问你说：“你那个眼睛还要不要了？”所以到底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大人呢？我有时候在想，我说是不是一开始我搬家，从家里走出来，不告诉他地址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因为一个课题不会因为你逃避就消失，它只会不断的出现，直到你给出新的答案。我今年终于鼓足勇气，第一次带我妈去旅游。在此之前，她完全没有见过我那种非常熟练的搞机票、住宿、酒店。那是我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，儿子，我以后不用为你操心了，你已经是个大人了。但那天我妈反而挺紧张，因为第一次坐飞机，不知道该干嘛，跟个小孩似的，非常慌乱。空姐跟她说话，她也听不明白，只能来问我说：“哎，儿子，那个她让我整什么靠背是啥意思？”我说：“嗨，坐直了。”今天我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刘大卫。谢谢刘大卫。喜欢刘大卫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不得不跟大家透露一个细节，刚刚大卫讲到中间那一段 say no say no， 我和乃文哥黄渤老师对视了一下，我们没有人知道那是啥意思。你也不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那叫恋爱循环。我是个二次元，这是一首就是音乐。我知道这是音乐，我知道《唐诗三百首》里没有这句，就是这种恋爱小甜歌而已。但是你刚才讲的我特有同感，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是他习惯节约，就是我妈妈就是没事就要提醒你把灯关上，太浪费电，什么太浪费水，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。对，这个我还挺理解的，其实。当然我发现后来你也理解了吧？对，我其实是非常理解他的，因为毕竟两代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嘛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就是我还想就是咱们可以沟通的一个，就是我发现呀，到最后，孩子在妈妈眼里啊，他永远是孩子。你看我到现在，我感觉我在我妈妈眼里还是孩子，甚至他都到现在还经常性的问。哎，你还有钱花吗？然后呢？你说有，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点？我没说没有就不错了。我可能这个稿子的底层逻辑是，我不希望我的妈妈只是我的妈妈，我希望她优先是她本人，其次才是我的母亲。所以我其实是相当于，所以我在前提的时候没有说你希望尊重我，而希望我们之间用个体的身份来平等沟通。对。有一次我听老人说了一句话，说我们这一代叫两世为人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生活，其实他不是说是前些年，是两个世界。我领他去，有时候那时候去看房子，进去以后就把人那个售楼处那样板间的灯一个挨一个的全给关了。后边那个导购眼都快直了，我天哪！因为那窗户是假的呀，没灯它就一点亮也没有。当时确实不理解，但你回头想想，他们认为这是对你成长有用的东西，会再copy到你身上来啊！什么事儿坐直了，眼睛这个都是有同感。你说到结尾的时候，我特别有感觉，就像你带着妈妈一起出去旅行一样，就是我带着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变得懵懂，他们开始变得惶恐。就那一刻，你感觉我变成大人了，他们好像慢慢变成孩子了，就还最后的结尾挺打动我的。而且我觉得大卫很调皮，就是一些刚才唱的什么歌，就是这种我听不懂的东西，他融合的都很好。他主要是那个歌从他这个长满了胡须跟头发的脸上唱出来，很有反差感。刘欢老师哪唱过这种歌？
我特别喜欢那个大卫的一点是，因为本身讲原生家庭的东西特别多，我觉得大卫特别好的点在于他总在试图去理解这个过程，理解这个行为，然后去想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包括到最后带着妈妈出去，所以我觉得特别好，就他永远在用爱来解决一切，就把一切负能量都用爱来代替。谢谢郭老师。是的，很温暖。好，那我们也赶紧把一锦也请到舞台中央。我们请黄一锦先到待定区休息。比完赛，我知道分数可能不太好，因为他状态也不太好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好心疼，好棒啊！他那天穿了很好看的裙子，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，但是他走的时候，我都感觉他已经快倒了。我回来吧，一个是身体暂时还能忍受，第二个是我觉得前前后后这么多人，导演、赛制都定好了，对手什么在那儿等着，就是别耽误别人，就是你别因为一个人，你很多人的努力全白费了。因为我如果是纯为了身体，我可能就不来了。我是觉得不想让别人觉得我输不起。东北女人一生要强。如果赢了的话，就显得很励志，但是就是生活不能那么顺你意嘛。我还是希望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希望等他好了之后，我们找机会再打一次，以我俩状态最好的时候再交一次手。大前提就是还是希望他身体早点好起来。欢迎来到喜提一单脱口秀对决，今天庞博的对手是沈耿，庞博该怎么和他比拼口才呢？这么拼。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，外卖低至5折起。恭喜您喜提单啊！拜托，给我一个脍炙人口的梗吧！脍炙人口，这梗真是越想越好啊！上淘宝闪购搜悦享，悦享会员享1对1即送券。救命啊！你写了我，又说我是烂梗，今天我就和你拼了！拼就拼，我拼好了。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，点外卖拼团更好更优惠。那我们也祝贺刘大卫196票，直接晋级。下一组对决会是谁呢？小爽、戴维。第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充分发挥了导游精神，掌声有请小爽。你们好，我叫小爽啊，哈哈，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工作确实是个导游，感觉现在导游工作还不太好做了，网上全是骂们的，现在这些导游都是黑导游，他们经常打游客，偶尔啊，有时候也打不过，怎么可能经常打游客呢？因为真的我带团带这么多年了，我看到的都不是导游打游客，是游客互相打。一般是情侣或者是两口子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可以打起来，大打出手，是吧？我之前带过一次团，是带着一对夫妻去一个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，两个人就因为一点小事骂起来了，骂到缺氧，然后把氧气罐给他们，一边吸氧一边骂。那是我深刻的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不幸的婚姻让人感到窒息。其实我也挺想结婚的。但是我看过那次以后，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好像不太适合婚姻。我反思过一下自己的身上有很多问题，比如说我这个人抽烟、喝酒，晚上睡觉磨牙、打呼，我打呼特别厉害，我不用婚姻我自己就能窒息。我很害怕自己这些缺点会给自己的伴侣带来困扰，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会过来安慰我，他说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如果对方爱你的话，他就应该接受你所有的缺点。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爱你了，都不给人家吃点好的。你让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接受你所有的缺点，我说这句话是不是说反了呀？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，你就不应该让人家接受你所有的缺点，你应该让你讨厌的人接受你所有的缺点。我老板才应该接受我所有的缺点。我婚姻我都想好了，以后我结了婚，我就应该白天跟我女朋友生活，晚上我去找我老板睡觉，还加班，让你感受一下群众的呼声。
真的很内耗，很焦虑这个事儿。回家以后，哥跟我喝酒，还在劝我，他说：“就是配得感太低了。这别人对你好，你就应该学会接受，啊，提高一下自己的配得感。”我说：“别人对你好，你不应该感谢吗？你学会接受，那人家对你好图啥呀？就爱吃苦，所以才找的你。那你是个胆呀！你一个胆有什么好骄傲的，对吧？你一个胆有什么配得感？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天天吃苦，他有资格出来炫耀，他可以有配得感。你不能说那个胆跳出来，他就爱舔我。我能理解大家都喜欢优秀的人，但大家都喜欢优秀的人，那我们这些缺点比较多的人谁来喜欢？我就觉得优秀的人应该喜欢优秀的人，你们可以拿优点去匹配对方。那我们这些缺点多的人就应该用缺点来匹配对方，对吧？哎，你两个人有同样优点的时候可以做到相互欣赏，但是两个人有同样缺点的时候也能做到谁也别嫌弃谁，对吧？你一个人打呼就是打呼，俩人打呼，对吧？同频共振。我觉得这也是好的感情。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？当时说有一个大姐出门逛街闯红灯被车撞了，然后给自己老公打电话，老公心急如焚，匆匆赶到现场，闯红灯被车撞了。网友都在那儿骂没有素质，只有我知道爱情。那两个人就是闯红灯，他俩甚至倒在了同一个红绿灯，你知道吗？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，我就哎呦，太浪漫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泰坦尼克号跟他俩有什么区别？就是交通工具不一样嘛。你把人换一下，说的台词都是一样的。Rose 优壮嘛，爱壮嘛。之前谈到过一次这样的恋爱，我前女友就是这样的人。我前女友跟我一样，缺点很多。我俩都是喜欢抽烟喝酒的人。我俩认识都是在网吧认识的，打游戏认识的。哎，我觉得网吧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相亲、谈恋爱、约会的地方。你可以在网吧里边看到你另一半最真实的样子。你就带他打2把排位赛，这排位赛输了骂人，素质低；排位赛输了不骂人，段位低。我跟我前女友一个素质低，一个段位低，是吧？我俩属于一见钟情型的，打2把游戏很开心，晚上就约会，找了一个烧烤摊说喝点酒，啊，聊得非常开心。通过聊天，我发现他跟我一样，不光喜欢抽烟喝酒，啊，晚上什么不爱工作。啊，不爱学习，爱上网，不爱做饭，躺在家里点外卖，我都开始幻想我俩结了婚以后一块瘫痪在床上的样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后半夜喝酒喝多了以后聊那个天，跟聊得乱七八糟的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？他说数学。我说数学也太小众了，高等数学嘛。他说15、20。那你会吗？我说我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一学，是吧？后来我就开始拼命的追她，我觉得跟她在一起才能做到那种真正的放松，不会焦虑，不会内耗，不会瞧不起自己。开始拼命的追她，投其所好，喜欢什么送什么。她喜欢抽烟喝酒，玩命的给她送烟送酒。每次去她家我拎着烟酒，她家邻居不知道我是在追她还是在追求她的父亲，知道吗？进展特别快，大概过了半个月左右，她主动约我说来我家喝酒吧，啊，来我家喝酒比较放松嘛，外边下雨。哎，真的，那也是那次我去跟他告白，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。这2个人在家里边喝酒放松到什么程度？就放松到我俩喝酒喝了一半的时候，当着我的面放了一个巨响的屁。我当时还觉得怕小姑娘有点尴尬，我心想才认识半个月，人家姑娘可能脸皮有点薄，不好意思。他没有，他一看，响不响？他问我响不响，知道吗？就我知道情侣之间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，人家问的是你想不想我，他问的是我想不想。我说我能怎么回答？我说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啤酒瓶倒了呢。他看我在那儿愣了，他也觉得我有点尴尬，然后还过来挑衅我。他说你会吗？我说我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。讲这儿谢谢你们。谢谢小爽。喜欢小爽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请锁票。好奇妙的一段爱情故事啊！其实理论上我们不应该追究段子的真假，或者是有多少成分来自艺术的虚构，但从情感上特别希望这小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谈了有个2、3年，然后因为家里不同意就分手了。啊，那我觉得这个题材其实挺勇敢的，因为在台上就是承认自己的诸多缺点，其实是喜剧上也挺难处理的一件事儿。我是觉得有点短，就没听够，不过瘾。
就是我还想听后面怎么样了，包括你刚才后面你说分手了，我以为你能接着能讲下去。我之前专场最后是聊过这一段，但是就是讲到自己分手，但时长又没有那么多的话，观众可能会停在那儿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谈这么多年分手了？”他可能就那个情绪怕出不来，就没敢再往后讲。那看来你自己是真的陷进去了，是吧？确实当时陷进去了，听着感觉挺幸福的。其实我们都已经都暗戳羡慕上了，都觉得特别好。光讲这事儿就让我们觉得特浪漫。就互相能那么坦诚的去相处，然后你又能把这些东西给说出来，本身就觉得我们就是笑滋滋的在那种看的感觉。而且小爽刚才说一件事，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欣赏自己的优点的时候，缓解一种焦虑，就是我们可以找一个跟自己所谓臭味相投的人。对，真的很开心。对，就是反而是一种同频和一种欢乐。对，而且他真实。我问他，我说我想在节目上讲你这些缺点，能讲吗？他说可以，你给我买条烟就行。太真实了，我连牌子都没要求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小爽，谢谢。请你先到休息区休息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呢，上一场就跟我们聊这所谓的脆皮中年人的日常，今天又要跟我们分享一些人到中年的小苦恼了。掌声有请戴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维。我今年已经37了，这整体状态就是迷茫。都说40不惑，我现在是惑，真的时代发展太快了，感觉每天都在飞来横祸。自媒体我就看不懂，也跟不上。你知道前几年就脱口秀演员开始做自媒体，把自己演出视频发到网上，当时我觉得他们都疯了。你这么搞，谁还会买票？然后付航就火了。我真的反应太慢了，刚学会写内部梗，付航都已经不来了。我最近才想明白这个事情，还是得做自媒体。但赛道已经很拥挤了，在考虑做团播。会跳的不多，有一点机械舞的基础，想模仿春晚机器人，刷一个礼物，讲一个段子。大概就是这样。马路上压扁的老鼠是猫的薯片。想到趁春晚这个点都已经端午了，真的跟不上这个时代。我感觉怎么我越长大要学的东西就越多，然后现代人的生活也没有在变简单。逼得我整个人变得很叛逆，停车费不会积分抵扣，我就付原价。每年退税算不清楚，你就扣吧。去看病医疗保险填不明白，那不看了。我真受不了，而且我自己事情还没学明白，小孩的事情已经摆到我面前。之前给我小孩报小学，我以为填个申请表就好了，结果又是公众号、小程序，又要电脑网页，我连那个报名入口我都找不到。我都开始怀念传统社会了。传统社会，我只需要带小孩去给校长磕个头就可以了。那小孩还要打疫苗。我对疫苗所有的理解就是，只要小孩吃过糖丸，胳膊上有疤，哭得足够惨，那就齐活了。我小时候主要是靠感染一次，自己产生抵抗力。我小时候也没有水痘疫苗，没有关系，我有同班同学。但现在疫苗也太多了啊，每一针间隔时间也不一样，很怕疫苗漏扎了，但又不能一次性打完，更怕小孩扎漏了。去了诊所不知道打什么，什么乙肝，什么流脑。我说疫苗能欧玛卡莎吗？真的太新潮了。而且为人父母，你总是想给小孩生活一个保障。那就还得会投资理财，我也不会。别人聊天都是什么仓位、杠杆，就专业术语，我只听得懂一个上天台，啥也不懂，也是不赶趟。当我听说大家都在买黄金的时候，他已经1200了，果断入手。
就是这样学会了上天台啊。好像大家对中年人的期待都是必须会投资理财的，我还是很抗拒，潜意识觉得都是骗局。可能是因为以前上过当吧，当年那个理财产品叫“妈妈先帮你存起来”，其实我爸妈也不太懂这些，可能我跟不上也是一种遗传吧。前几年他们在这个房价疯涨的时候，没有选择买房啊，跑去炒股，然后套牢。吃尽时代的黑利，我一直有点抱怨，那房子多好，怎么不知道买？我就去买了。在21年的时候，以5.2的利率，一下子跟父母和解了，还是找爸妈要了首付，靠父母的托举给我举到最高点，总是跟不上，就会一直在踩坑，然后在坑里面学习。我适合在秦朝当读书人。我怀疑秦始皇他也是学不过来，所以才会掀桌。难学，那就都别学了，烧了吧。但如果非要说跟不上有什么好处的话，那就是有人会说我有少年感。他们不知道我清澈的眼神来源于无知。你懂得不多，不敢教别人，就没有爹味。那我从来不说让我来考考你，我都是答案能不能借我抄一下？从来没有教过别人，今天也是第一次啊！衷心建议各位年轻人好好学习，好好发展，然后答案借我抄一下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戴维。谢谢戴维。喜欢戴维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戴维，谢谢各位。这是真实的困惑很多哈。对，总感觉自己跟不上，学不会啊，反应比较慢。到这把年纪，好像还好多东西处理不好。你的那个焦虑，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的焦虑，就是因为真的是太快了，快到就是你得系上安全带，要不然你会被甩出去的那个节奏。所以说，你中年37就中年了。您说呢？我50多，那算我以为我是中年，中少年，啊，中少年。你心态不错呀。其实我也不懂你说的这些，咱们俩是同龄人，但你给人的样子很年轻，好像你在说这些事儿的时候，就是有种不匹配的感觉。我不信他不懂，因为我觉得戴维是个聪明人，人家还开那个脱口秀俱乐部呢，人家还是吧？你不有成功的这个投资理财经验吗？我是俱乐部的吉祥物了，我合伙人经常骂我是实习生。那其实我觉得是那个感觉，因为你这一段里面虽然时长跟篇幅都没有很长，但其实涉猎了很多的话题，从你个人的这个生活，什么从脱口秀嘛，甚至是自媒体啊什么这些，然后又到打疫苗，对，又一下又一下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觉得跳切的有点快，是稍微每一样都没说明白，好像是吧？就是因为他不懂嘛。我这么深的这节目，我这太深了。那就学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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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无止境是。那我们先把小爽爷请回舞台中央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会给小爽和戴维怎样的结果呢？请看大屏幕。之前体验了这个比赛机制美妙的一面，残酷的一面又要来到我们面前。按照规则，因为两位都没有达到160票，所以我要请小爽和戴维暂时都前往待定区。爱情